在天地一团和气。清尽出山风雨息，雁归落汤溪。二拜高堂，金玉满堂。而叹忆往昔，两情纵满盈哭泣时怪。三拜老太君，福寿宁康。难忘当时为爱的坚持，两情纵满盈哭泣时败。夫妻对拜，相亲相爱。弃恨至此，都不舍一世。同入洞房，情深意长。这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啊？果然是个病秧子，连站都站不稳，风一吹就倒了，真可怜。没事，快扶进洞房。这慢点，没事。长什么样子呢？那我看看。哎，长得还挺好看的。可惜是个短命鬼。你不是在睡觉吗？吓死我了！看什么看？怎么，只许姑娘方才偷看我，就不让我看你了？这扬州来的姑娘，好生霸道。我看你呢，我看你是因为怕你是个病秧子。这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那姑娘方才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遍，我是否是一个病秧子短命鬼的长相呢？
长得倒是挺俊俏。还行吧，五官还算端正，鼻子是鼻子，眼睛是眼睛的。说得好啊，确实是鼻子是鼻子，眼睛是眼睛。没想到成个亲这么麻烦。我也一贯讨厌那些繁文缛节，又是拜堂又是磕头的，留着我们2人在这里守着什么规矩，像个木偶一样。我爱娘子在我这儿，不必拘束。饿了吗？来一块。都快饿死了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个要就着酒才好吃。哎，你这个病秧子，当心喝太急了。怎么，瞧不起我们病秧子啊？那咱们来比试比试。你就是个病秧子，我会怕你？这酒也太辣了吧！一喝就不是什么好酒，没有我们扬州的酒清甜干爽。那好，那咱们就换一种喝法。这满柜子的书哪有好酒啊？你莫不是喝多了眼花？这书中自有颜如玉，书中自有黄金屋。这书中还有好酒不成？娘子，猜对了。哎，且慢，娘子刚才不是说要比试比试吗？比什么？咱们就比比，用这青梅放在这2只碗中，若是娘子猜中了，那便我喝；但若是娘子没能猜中，那便娘子喝。我啊，可是火眼金睛，你输定了。好。来吧。这个。确定在这儿？这个。确定？就是它。
娘子，你输了，喝吧。那肯定是这个。若是没能猜中，便要再喝一杯了。喝就喝。哎呦，不好玩，不好玩！我在家玩的都是投壶之类的游戏，真刀真枪的。你这些莲子果子，有什么意思吗？娘子喜欢玩投壶啊，那还不简单？你这也没有剑，也没有壶，怎么玩投壶啊？没有这些东西，我给你变出来就是。娘子，请吧。还挺有办法。中了，中了，中了！娘子，若我2只并头都中了，按照这投壶的规矩，可算是我赢。你投吧，我才不信你会中并蒂莲呢。那就看好了。哎呀，娘子，你又输了。哎，今天运气真好啊！哎，原来没功夫呀！公子，公子，公子，你没事吧，公子？公子，你别死啊！公子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你快醒醒，公子，怎么办呢？还是个穷兵之人，我怎么能下这么重的手？你是在为我伤心吗？娘子，你别哭了。娘子，是我错了，惹得你生气了。我才不是什么……我可不是那种任人欺负的弱女子。嫁过来给你冲洗，已经够气人了。这都怪我这身子连累了你。不过，你跟我想的不一样。你真是需要冲洗续命的孱弱公子。如假包换，看你又喝酒又投壶的，真是古怪。这人世间的事，1、2句话说不清楚。你反正已经嫁到戚府来，日后我再慢慢告诉你。不过你放心，我绝对不是冒牌的齐天磊。可是，我是冒牌的杜冰雁。倒是你，这扬州来的大家闺秀，怎会是如此做派？谁说大家闺秀就得摆着了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和习惯。就像你说的，这人世间的事儿，1句话2句话讲不清楚。我个性为何这样？日后跟你说。好，这样的性子倒也好。
我也不喜欢那端着板着的大家闺秀做派。亥时2更，熄灯入梦。亥时2更，熄灯入梦。这时辰已晚了，你我就歇息吧。你自己先去睡吧。这洞房花烛夜哪有一个人睡的道理？我刚来林州，水土不服，身子有些不适，所以还是各睡各的吧。定是他害怕与男子同床共枕。原来如此。这儿怎么只有1张床呢？这洞房内怎会放2张床榻？爸，今晚我便睡在此处吧。那怎么行？要睡也是我睡。哎，我一个堂堂7尺男孩，怎么能让一个女孩子睡这儿呢？我堂堂一个巾帼女英雄，怎么能让冰洋子睡榻上呢？不用再争了，我睡着。你想干嘛？不干嘛。昨晚睡得如何？还行吧。还做了梦呢，梦到了扬州的灯会。倒是你，昨天晚上委屈你了。哪有？我在那儿睡得也挺舒服的。不过，倒是你们扬州这规矩有些古怪，你怎么穿着鞋子睡觉啊？当然是为了防你们林州人。防着林州人？愿闻其详。主要是防你。防我？我有什么可防的？防止你在我熟睡的时候往我身上塞小娃娃，那可就麻烦了。你这话是听谁说的？没人跟我说过，我自己知道。杜小姐，你尽管放心，若是我齐天烈趁人之危，你想怎样罚我皆可。那我就废了你。你要废了我？这自古女子出嫁从夫，不应该是温婉顺从才是吗？呸！烦都烦死了，出嫁从夫，真是不公平。自古以来，男子犯了错，女子得忍气吞声；女子犯了错，不管是多小的错，男子就任意妄为。娘子高论颇有见地。既然如此，那倘若我齐天烈犯了错，娘子就写封休夫书，把我扫地出门，如何？好啊，要是你犯了错，我就拿个大扫把把你扫地出门。好。你这是要干嘛？看招！嘿，这个你可玩不过我。哼，嘿，嘿，
以手持剑可是犯规啊！谁说我犯规？哼！哎呀，看来你的技术也不怎么样嘛。早着呢。我你这，我。你又来。建好。三少爷，谁呀？是我给您送药来了。三少奶奶，这线我自己玩呢。哦。哎，小小姐，你是奶奶屋子里的大丫鬟，又不是我屋里的人，怎么整天往我屋里跑啊？三少爷，药送来了。放那儿吧。三少奶奶，这药啊是一位名医的祖传秘方，18味药，味为珍贵。柯少爷为了弄到这些药啊，可费了不少劲儿呢。三少爷，您还是趁热把药喝了吧。三少爷，这是要三少奶奶喂呀。好，那我先把地给扫了吧。不用了，小喜会打扫的。出去吧。那我待会儿再来收药罐。你这是为何啊？这药啊，不可多吃，也不可不吃，有的药非吃不可，有的药不可去吃。什么意思啊？也没什么意思，我的意思呢，就是咱们出去散散心。好啊，好久没出去玩了。这儿呢。好漂亮啊！这什么地方啊？这是奶奶专门为我养病修建的花园，那个便是我为这花园题的字。祭梯心花。你念什么？祭梯心花呀！这么漂亮的园子，干嘛起这么古怪的名字？
你笑什么？我说的不对吗？啊，对，你说的都对。去看看。4个字念错了一半儿，知书达理的杜小姐竟然成了百字先生，奇怪。不过，还挺有意思。这亭子修的还不错。到了。这儿就是我的书房。如何？不错。对了，你看这4字怎么样？啊，可以。念念。惊觉乐。这第3个字，它念台，惊觉台乐，我认识，怎么可能有人连台都不认识呢？真好笑。是。你这个宅子这么漂亮，为什么建在这么偏远的地方？多可惜啊！这你就不知道了。我在这儿呢，第一，可以看书写字；第二，这有一扇门，可以直接通到园子里观景。带你去看看。嗯。哇！你看，那儿便是观景阁。看见那个角了没？哼，真有意思，还小鸟呢。还有这儿，便是我祈福的大门。走，过去看看。怎么了？这哪是风景，这叫煞风景。瞎说，此乃本楼一景，我特地将此楼修建在此。你这个人还真奇怪，喜欢看这些荒坟堆子。喜欢啊！我每观此景一次，便醒觉一次。面对此景，鄙人不敢有一刻松懈，所以，我才会在那边的牌匾上写上“今觉始乐”。不是台乐吗？哦，对，今觉台乐。对。你也过来歇会儿。
喜欢吃这梅子啊？身外黄金何足羡，一日清闲一日鲜。你有这干嘛呀？天机不可泄露。三少奶奶，三少爷说有急事儿找您。急事儿？嗯。有什么急事儿啊？此事呢，说急也急，说不急也不急。少卖关子了，赶紧说吧。是这样，你来咱们齐府呢也有段日子了，我们也理所应当派人去扬州一趟，一来是报平安，二来也是向岳父岳母表达一些敬意。你意下如何？可以啊，你安排吧。这礼物呢，我已经备好了，这是清单，你看看还需要增添点什么？这些差不多就行了。嗯，好。哦，还有，这信我也写好了，不过我着实不知道岳父岳母姓甚名谁，名字是哪几个字，所以还要劳你这个当女儿的亲自写了。写吧，小姐。请吧。请吧。少爷啊，在扬州的时候，我们家小姐读书写字，从来不叫别人伺候她的呀。她呀，只喜欢让我陪在她身边，因为呢，只有小喜一人知晓。我们家小姐，她写字的时候需要把这个墨研得浓浓的，这样写字才好看，你说是吧？我们家小姐啊，可写得一手好字呢。是吧，小姐？小喜，我看你就别啰嗦了，赶紧让小姐快点写吧。哎，别废话了，我写什么呀？哦，哎，小姐，这封信应该是你们夫妻两个写给扬州的第一封信吧？那依我看呢，这个信封应该你们夫妻两个一起写。小姐，你呢就写老爷杜之祥，少爷你呢就写夫人王桂花。什么祥？哎呀，不对，应该男的写男的，女的写女的。小姐，你呢就写夫人王桂花。少爷，你呢就写老爷杜之祥。哎呀，行了，小喜，知道了。哪能像你这么写信啊？我自己看着办吧。
杜之阳，这3个字写错2个。少爷，你找我？今天叫你来呢，其实也没什么大事，只是方才见你研墨，发现你是个聪明的姑娘，非一般丫头能比。我想以后就专门让你在书房伺候。啊，我在扬州的时候啊，就是在书房伺候的多。哦，那你识字？识啊。小姐教的？对啊。那你会写字吗？会啊。小姐教的？是。行，那我考考你。既然你是扬州来的丫头，你就背诵一首扬州的民歌吧。哎，唱起小调歌儿多，灯草调下砸坏锅。家里看见驴生蛋，外面看见马做窝。这讲的是个什么玩意儿？这个啊，是我们扬州的民歌，名字啊叫《撒谎经》。撒谎经？你们扬州城里有个撒谎经啊？小喜，我看你就是那个撒谎经吧？我怎么是撒谎经呢？你当然就是撒谎经。你左一个小姐教的，右一个小姐教的，可你家小姐写的字东倒西歪，你倒是说说这是怎么回事？少爷，这是因为小姐那天啊，她出门的时候，她的手被门给夹了，所以她写这个的时候啊，那个手就哆哆嗦嗦的。住口！你很聪明，一边研墨一边告诉人家，杜小姐的父亲叫杜之祥，母亲叫王桂花，可人家偏偏不领情，把杜之祥3个字写错了2个。你说这世界上哪有这样的女儿？连自己父母的名字都不知道，你告诉他还要写错？人家拿着竹片当宝剑，想在花园里舞一舞的，你还跑过去劝阻，叫人家扭扭捏捏的走碎步。没想到我在旁边看得一清二楚啊！大胆丫头，竟然敢冒充杜老爷的人混进齐府！少爷，我不是冒充的，我是杜家的。杜小姐她不是杜家的。哎呀，我是说李小姐她不是杜家的。赶紧说出实情。哎呀，事情是这样的。那天，扬州城杜府和李家同时嫁女，不知为何，2支送嫁队伍跑了一起。更离奇的是，出了城门天就变脸，一场暴雨让2家的送嫁队伍不约而同地躲进了城郊的仙女庙。小姐，外面雨太大了，咱们在这避避雨啊！小姐，快走，强盗来了！李小姐就是这样阴差阳错，错上花轿嫁到林州的。本来她是不肯来的，但是我们跟她说，她和冰燕小姐是同病相怜。李小姐是个豪爽脾气，见不得我家杜小姐遭罪，这才答应来这边做这个冒牌的3少奶奶，替我家小姐挡过一劫。少爷，李小姐是个侠义心肠的好人啊，我求你千万不要怪罪她。起来吧。是少爷。你方才所说之事，除了我之外，不可以告诉任何人。从今往后，你在府上少说话，多做事，谨慎小心，不可露出任何马脚。是少爷。还有，此事也不可以告诉3少奶奶。你若是敢走漏半点风声，严惩不贷。记住了。记住了。记住了。这也太神奇了吧！这样一来，我不就成了千里眼了吗？这个呀，叫西洋千里镜，能把远处的东西挪到你的眼皮子底下来。
是福建的一位客商送给老太君的，老太君送给了我。太好玩了。咱们祈福啊，好玩的东西那可多了去了。好玩的东西，给我瞧瞧。你先别着急啊，我先把话说在前面。咱们祈福呢，有真好玩的，有假好玩的，还有不好玩的和不能玩的。不能玩的是什么？这个嘛，今天就先不告诉你了，日后再慢慢跟你说。哎，你可别哼哼啊，这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呢。天来，你快过来看看，怎么了？这不好玩的东西出现了，快过来。那边。你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刘先生留下的太和丸，对于治疗跌打损伤有奇效。叶生，小兄弟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不必害怕，你说说你是哪里人？那你为何在大门口辱骂柯世昭呢？你不必害怕，这是我的书房，你尽管大胆地说。燕生，你不必比划了，他看不懂。我妹妹的意思是说，她看见你在大门口被别人殴打。你既然是来找老太君的，就定有要事要禀报。王胡子不让你见他，我是齐三少爷，你告诉我也是一样的。若有隐情，我定会向他转告。其实，我有隐情。有人说，你们祈福的掌事是老太君，于是我便做苦主，只求老太君给我个公道。可是还没有见到老太君，就遇到了一群刁奴，他们把我拦到门口，打了下来。原来是这样。你放心，我们和那群坏人不是一伙的，不然也不会把你救下来。你要有什么冤情，大胆说。娘，你们死得好惨。小兄弟，不要着急，慢慢讲。我叫季敬堂，江州人，从小与爹娘经营着一家药馆。这是我和干娘住的地方，你们先稍等会儿。娘，娘，娘，你这是怎么搞的？你去祈福了？没事儿，娘。你怎么就这么不听话？
这二位是？啊，这位是齐公子，这位是齐公子的夫人。齐府的人，谁让你把外人往家带？娘，娘！三公子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我娘就是这样，她刀子嘴豆腐心，但其实是个大好人。她只是听说你们是齐府的人，以为跟柯世昭是一伙的，所以才会这样。你们别介意啊。没关系，我有个办法，不然公子和夫人先回避一下。好。娘，开门啊！我告诉你，齐家的人就不许进来。娘，齐公子跟柯世昭真的不是一伙的，要不是他们在，还是今天命就丢到那儿了。你再不开门，我可就走了。敬堂，娘，哎呀，你个臭小子，吓死我了！那二位先请进吧。你觉得寂静堂说的可都是真的？这柯世昭和寂静堂都是江州人，他们说的是真是假，去问问江州百姓，不就一清二楚了吗？有道理。不过，杜小姐，你是个心直口快之人，在事实未弄清楚之前，你还需……钥匙就先放在我这儿了，在我未开锁之前，还请千万不要提起此事。你们这府上待着可真无趣，我就玩了一下西洋镜，就看到如此不愉快的事情。那就别玩这西洋镜了，走，带你去玩个更好玩的。这个叫西洋万物镜，可比你那西洋镜神奇多了。它想看哪儿就看哪儿。真的？我先给你试试。那咱们先看哪儿呢？咱们就先看看扬州吧。扬州在哪儿呢？哎，到了，这就是扬州。这是哪儿啊？门儿还挺大的。扬威武馆是我家哦。哎，还出来了一个老头，看起来还挺威武的，那应该就是馆主了吧？他身后跟着的那位就应该是夫人了。哎呀，不好了，这武馆着火了！啊，好多人救火都扑不灭呢。哎，怎么好端端的着火了呢？这馆主不听夫人规劝，冲进火海里去了。啊！这夫人也晕过去了。哎呀，你给我看看！哎，在哪儿啊？哎，你再仔细看看。哎呀，什么都看不见啊！就在那里面，你肯定能看到的。在哪儿啊？在哪儿啊？就在前面呢。他们俩，他都进去了。他夫人还在门口晕着呢。快点，你肯定看得见。哎，你不是杜小姐吗？怎么成了武馆馆主的女儿了？据我所知，这家武馆馆主姓李，
那你就应该是从小习得一身武艺的李玉湖李小姐了。没错，我就是李玉湖，你要怎么样吧？我不把你怎么样，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你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。实话跟你说了吧，我来你们齐家，就是代替冰燕姐姐受罪来的。我还就喜欢你这样的英雄气概。媒婆都跟我说了，等你死之后，就把我送回扬州。不得了啊，不得了！咱们齐府又多了一个盼着我死的人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不想让你死，我想让你活着，然后跟冰燕姐姐换回来，把你还给她。武馆馆主的女儿果然大度，就那么舍得把我拱手相让。舍不得，但我弟弟跟我说过了，君子不应该惦记别人的东西。你原本就是冰燕姐姐的丈夫，我虽是女子，也不该惦记。那如果袁大将军就偏偏看上了杜冰燕呢？不可能。那万一你的冰燕姐姐偏偏就看上了袁大将军呢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哎，你可别把话说得那么死。这世间男女情爱，最是琢磨不透，都是上天注定的。哼，我冰燕姐姐可是天上的仙女，她才看不上爱舞刀弄枪的大将军。那你喜欢拳脚功夫，不也让我这个齐三少爷心心念念吗？反正我跟你打赌，冰燕姐姐是不会看上袁不屈的。好，那就打这个赌。若是杜冰燕看不上袁不屈，那就算我赢，那便罚你3000两，8抬大轿把我送回扬州。好。那若是杜冰燕看上了袁不屈，二人将错就错，喜结良缘，那就是我赢了。那若是我赢了，我就要怎样？我就要你这位爱打抱不平、仗义相助的扬州李玉湖李小姐嫁给我。日照香炉子生烟。错了。遥看瀑布挂前面。又错了。手伸出来。干嘛？伸出来。这都念不对，再来。日照香炉生紫烟，遥看瀑布挂前川。飞流直下3000尺，疑是银河落9天。伸出来。坏蛋！吹牛吹的。你们家小姐呀，
把这牛都吹到天上去了。他说他在扬州管过18家商行。那老太君一听，开心的不得了，明天就要考他，让他去参加这14家商行的招募会审。啊！哎呀，这可不是玩儿，小姐，你会考糊的。那就不考了，我们走。走哪儿啊？回扬州。哎，你们可不能走啊！你这脚底抹油一溜，那岂不是麻烦就大了？哼，能有什么麻烦啊？你想想，你要是现在一走，岂不是证明了你自己不是杜冰雁，而是假冒的杜冰雁？人家能放过你？还不光是你，你那扬州的爹娘都会受到牵连，他们还会吃官司，倒大霉。小姐，齐三公子说的对啊，咱们不能溜啊。那能怎么办嘛？考我又不会，走又不能走。哎呀，这要我说呢，就考。考？我对算账一窍不通。你不通，我帮你通不就行了吗？我自小在武馆长大，对做生意根本不感兴趣。我也不是那种爱钻钱眼的人。这话说得好啊！知我者，侠义人是扬州李玉湖李小姐是也。不过这句话可不能明天说，明天得换一个说法。说什么？小喜，你的肚子里边是不是装了些许扬州歌谣啊？其中有没有讲做生意的？我想想，哎，有了。买卖不算账，生意呀难兴旺啊！对，就这样的，继续说。不怕不赚钱，就怕货不全。继续。见人3分笑，客人跑不掉。再来。算盘打得精，马褂改背新。不怕生意小，就怕客人少。账算3遍清，任你。就到这儿，打住。可我还有好多呢。小喜啊，你是个聪明的姑娘，歌也背得妙，字也写得好，所以呢，我安排你2件事。第一件事就是把你刚才背的用纸和笔全都写下来。第2件事就是为我和小姐准备夜宵，今晚我们要打通宵。是，我马上去。都不让人睡觉的吗？谁让你平时不用功，逍遥自在的？这就叫平时不烧香，临时抱佛脚。哼，哎呀，小姐，你快背呀！买卖不算账，生意难兴旺。不怕不赚钱，不……哎呀，小姐又错了，重新来吧。买卖不算账，生意难兴旺。不怕不赚钱，就怕货不全。见人3分笑，客人躲不掉。做商变行商，财源达3江。哎呀，对了，这次全都对了，一句都没错。小喜，你已经办好了2件事情，我再交给你1件。你去外面找个暗处藏起来，看看有没有人偷听。哎，我这就去。你看，我都会背了，这次能顺利过关了吧？还不能过关，你还得再背几首才行。那你赶紧教我呀！不着急，我先教你点其他的。坐吧。明日你便照葫芦画瓢，按我做的，原模原样的演一遍即可。这查账本
一定要样样查对。口中轻念项目目录，达到心口合一，手眼合一。哎呀呀，我会，没吃过猪肉，还没见过猪跑吗？不就是要摇头晃脑，左顾右盼？做的还有模有样的，孺子可教吗？还有，我要告诉你一件事，关于齐家的秘密。咱们齐家表面上看起来有14家商行在盈利，但其中有一家是亏本的，叫做大力木材行。柯世昭和老太君都不愿意说，我便悄悄地告诉你，你一定要记住，叫做大力木材行。大力木材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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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记住了。好，还有，若是明日遇到了一些答不上的问题，你一定要随机应变。我怎么随机怎么变呢？我自然会提示你啊。提示不就露馅了吗？不会。看好了，明日我眉毛一挑，说得很好，眼睛一闭，多说无益，左耳一动，唉声叹气；右耳一动，便夸老太君决断英明。你这耳朵真会动啊！还有，我鼻子一捏，立刻装病。装病不是你的活吗？我可不能再装病了，再装病我就欲盖弥彰了。明日只要你一见我捏鼻子，你就要装出一副要呕吐出酸水的样子，就像这样。你这是喝多了吧？你又吞进去了。那你来试试。就到这儿吧，小乔，回去告诉老太君就放心了。没事的，还是先让我把三少奶奶送回去吧。不需要了。好。哎，这个病症可真管用，我有，奶奶就让我走了。哎，这到底是什么病的病症啊？以后我遇到麻烦就这么着。我的小姐呀，这个病可是不好时时拿来当挡箭牌的。为何？是游戏齐天磊，你坏！哎，你自己吹牛惹的祸，我连滚带爬的帮你过了关，你还说我坏？你怎么不坏了？教我呕酸水。那别的病你也装不像啊。生小娃娃的女人才呕酸水呢。明白了。小喜你也坏，才告诉我。我告诉你啊，这小喜不坏，我也不坏，我又没有把小娃娃从你脚底心塞进去啊。你坏，坏死了！你坏，坏死了你！夜色太寂寥，忆起两人之俊俏，一阵相思空念你的妙。清风落嘴角，吹来愁绪红尘飘，一地思念纷飞。眉眼含羞荷，风卷薄裙带。星夜出逃，借月光皎皎，捕捉你的笑到天涯海角。举上夜色千万瓢，和着思念熬，熬出缕缕情丝之间绕。我要在今夜醉倒，半月光皎皎，想念你的好意地动山摇，喝一口美酒良宵，
捉你的笑到天涯海角，去上夜色千万瓢，和着思念熬出缕缕青丝指尖绕。我要在今夜醉倒，半月光照照，想念你的好一地动山摇。春风十里扬州路，名花倾国两生花。我与玉狐妹妹也是得见佳人，两生欢喜。方才好险，还好我机灵，早做准备，不然我俩都得遭殃。我给你出一道题，你且猜猜。什么题？你就猜猜是谁怂恿老太君考你的。方小巧。猜对了一半。柯少爷。这还差不多。可他为何与我作对啊？此事说来话长，你再在齐府待些时日，我慢慢告诉你。又跟我打哈哈。我刚来齐府的时候问你，你这是需要冲洗的病秧子吗？你怎么跟我说的？哎，这事儿一两句话是说不清楚的。反正你人都在齐府，以后慢慢告诉你。可你告诉我什么了？你什么都没告诉我，反倒是把我肚子里的话全都掏出来了。齐三公子，你要是再不跟我说清楚，我就……你就怎样？我可防着呢。为何无病装病？好，那我告诉你，你先坐下。行，那先且说这齐三公子为何有病变无病，无病变装病？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多废话，赶紧说吧。好，我说。话说这林州首富齐府，几代男人骄奢淫逸，吃喝嫖赌，落得个疾病丛生，身亡命丧。老太君主持家政，只见大哥齐天祥老实敦厚，先天不足；二哥齐天放生性闲散，于是呢，就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了我的身上。老太君对我格外宠爱，让我每日待在屋中，休养生息，锦衣玉食，人参燕窝供应不绝。可正是因为这样的宠爱和骄纵，让我灵气有余，精气神不足，落了个病秧子的下场。但这不幸中的万幸，我这歪歪扭扭的病秧子也长大成了人。可是近几年，咱们齐府不知沾染了什么邪气，怪事不断。什么怪事？先是我那老实木讷的大哥齐天祥，精神一天比一天萎靡，原本健健康康的一个人，忽然之间就再也叫不醒了，就这么离奇的死掉了。我大哥死后不到1年，我二哥也遭遇了厄运。我二哥齐天放生性闲散，但并不娇宠，身子骨比我还强出了许多。若是他能改掉闲散的毛病，或许也是咱们齐家一名有用的男儿。可就在那个夏天的晚上，天气闷热，二哥齐天放开敞门窗睡在凉席上。夜深人静之后，我二哥便中了蛇毒，不治身亡。这太蹊跷了，好端端的齐府，为何有这种毒物？那个时候，由于我大哥二哥相继离世，齐府上下都流传着一个传闻，说齐三公子活不过25岁。那时的我被吓得心惊肉跳，寝食难安，我便病上加病。再后来，
后来怎样了？万念俱灰，我就觉得自己是一个被困在金笼子里面的病鸟，我便找了一天，甩掉了所有的丫鬟和仆人，一个人逃到了城池外的荒郊野岭。救下我的人，便是我的恩师刘若谦。师父将我带回了齐府，带到了奶奶面前，说我还有救。奶奶便将他留到了齐府，他便成了我的师父，还传授了我一身武功。这么说起来，你还真是不容易。想起以往，恍如隔世。恩师就是我的再生父母。你这从有病到无病，我是听明白了。可是从无病到装病，其中缘由你还没告诉我呢。恩师来了府中半年，对咱们齐府的情况洞若观火。他告诉我，钱财对于穷苦人家来说，那是救命生存的根本，可对于咱们齐府，那是催命的毒药。别看这亭台楼阁、碉楼玉柱，这齐府里面的人早已变身豺狼，杀心四起。师父还告诉我，要我韬光养晦，装出一副大病未愈、时好时坏的样子，方可让豺狼掉以轻心。那你就不能求求你师父帮忙，将豺狼绳之以法吗？冰冻千尺，非一日之寒。此人在齐府隐藏极深，若想抓住他的把柄，还需等待时日。我看你们这齐府，根本就没什么好待的。那你是想回扬州去了？你们齐府就是泥塑的金刚，外头看着亮，里头黑得很。我李玉湖迟早要回去的。那你是想把杜冰雁给换回来？那更不可能了。冰雁姐姐就是个文弱女子，又不像我一身武艺，什么都不怕。玉湖小姐此言一出，价值1000金。我齐天磊不求天不求地，但求玉湖小姐留下来，助我一臂之力。我为何要助你一臂之力？你忘了，我不也助你一臂之力了？要做什么？捉狼。玉湖妹妹从小练就一身武艺，乃江湖侠义人士，不知意下如何？本小姐答应你。他们就是天天喝着药，才命尽黄泉的。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要养这些小白鼠了。来，冰雁。多谢母亲。冰雁啊，你穿这身红花雪青的衣服，真漂亮。冰雁，这可是老太君特意为你定做的，还不赶紧谢过老太君？多谢奶奶。哎，俗话说呀，这佛要金装，人要衣装。你们看看，她穿上这件衣服，
真是光彩照人呐！哎呦，那还不是您老人家眼光好啊！哎呀，燕生啊，都吃饭了，你跑哪儿去了？快坐下，快坐下。吃吧，吃吧。三少奶奶这身衣服，真是让人看得绚烂夺目啊！这要是再添上一样东西，可就真是锦上添花了。小巧，你说她应该添上件什么东西呢？这件东西啊，是现成的，就是那年下聘里您找人专门定做的那只珍贵的水晶燕。哎呀，你这么一提，我倒是想起来了。对了，冰燕，当初我可是用你的名字花了大价钱请人打造的那只名贵的水晶燕，你怎么没带上呀？你快去带上，让我们大家呀也开开眼界。可不是嘛，娘也好久没见着了。奶奶所言极是，我这就与冰燕回房去拿水晶燕。好好，母亲，我们去就回。去吧。哎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回扬州去。你说你溜走有什么用呢？哎，我们一起好好想办法不行吗？我根本就没有水晶燕，想什么办法？哎，我可以去跟奶奶说，水晶燕我没有拿过来，放在扬州的家里了。若是刚才方巧巧发难的时候你就这么说，或许还能搪塞过去。现在说，晚了。那你就再装病一次，糊弄过去。这也不行。哎呀，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这方小巧总有我作对。他背后可是有个柯世昭啊！柯世昭也是个大坏蛋，真是的。大不了我就说我是李玉湖，不是什么杜冰燕，看他能把我怎么样。你先别着急，我们一起好好想想。进。师傅，师傅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这次回来有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，我在荆州遇到一个人，是真正的杜冰燕。他让我把这份礼物要亲手交给玉湖小姐。交给我？水晶燕。这个柯世昭三番五次为难我们，这次就让他竹篮打水一场空。老太君，这三少奶奶没带呀。
冰燕，你的水晶砚呢？奶奶，这水晶砚今儿还是别看了吧。老太君，这水晶砚是三少爷和三少奶奶缔结姻缘之物。您瞧，这大伙儿都等着沾沾这水晶砚的喜气呢。可不是嘛，冰燕，你为什么不愿意带出来让大家看看呢？奶奶，这水晶砚是贵重之物，我一到府里的第2日，就把它交给天磊了。方才我俩回去寻，可是没有找到。天磊啊，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？老太君，这水晶砚贵重的很，不会无缘无故不见的。难道是家贼啊？依我看，若真是家贼，这三少爷院里的丫头小厮可就都得换一换了。巧巧，丫头就不用换了，我院里面也没有家贼。哎呀，你就别卖关子了，惹得我紧张兮兮的，惹得母亲和奶奶也紧张兮兮的。这么大个人了，放东西都不知道放哪儿，若不是他自己掉出来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奶奶交代呢。拿出来吧。哎呦，老太君，你瞧，还是那么精致。对了对了，就是这只雁。这晶莹剔透的，还是和我们三少奶奶最配。哎呀，奶奶你不知道，这天磊平日里最爱逗我玩了，看见我着急，他就高兴得不得了。刚才我多说了他2句，他还冲我吼呢。哎，您看他欺负我。哎，天磊，以后不许欺负我们冰燕。哎，奶奶，我哪敢呀？老太君，那是他们小两口没事儿逗着玩呢。哦，哦，哦，哦。唉，你这是要走？走。我们好不容易顺利的闯过了这一关，为何你还要走呢？一关一关又一关，谁知道下一关是什么等着我？在你们齐府演得累死了，不累死也要憋屈死。那你不是答应要助我一臂之力吗？不助了。你不是答应帮我捉豺狼吗？不捉了。好，那你准备什么时候走啊？我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，管不着。好，那你决定要走，我也没有办法。要走，便早些走吧。好在老太君想的周全，已经替我物色好了另一位女子。我戚天磊素来讨厌一夫2妻，我曾经暗自许诺，绝不娶第2个老婆。我既与你成亲，那小女子，我便看都没看一眼呢。
我心向明月，只装得下扬威武馆李小姐一人，奈何李小姐非要走，那便罢了。强扭的瓜不甜。不过呢，好在那小女子比李小姐漂亮得多，也娇美得多，也柔情得多。怎么，你还不信？我给你看看她的小象。哎呦，还真是个美人儿啊！想看啊？给你看看。怎么样？是比李玉虎要漂亮得多吧？讨厌。鸟语花开春空尽，为一缕香追忆。别走好吗？一色流烟30里，竟无人怜惜。我不要什么大家闺秀的小女子，我只要李玉虎。你是真的喜欢我？你还真是个笨蛋！你难道真的看不出来我齐天烈满心满眼都是你吗？我又不可能钻到你心眼里去。我不知道。以此为证。怎么，还是不信？鸟语花开春空尽，为一缕香追忆。一色流烟30里，竟无人怜惜。千金出山风雨洗，燕归落汤溪。如此呢？既然你信了，那便好。弃恨之子都不舍一世，弃恨之子都不舍一世。师傅，您可真是及时雨。那日要不是您突然降临，那我就……他就要收拾东西回扬州，把我一个人丢在这儿了。师傅，请受我一拜。哎，不必多礼。师傅，我还有一事想要问您。您是从前线边城来，冰燕姐姐的近况是否安好？冰燕她托我把这水晶燕送给你，却把原部区聘你的碧玉剑留了下来。她错嫁到荆州之后的近况嘛，便不言自明。如此甚好。歪打正着，各有其主，这就叫鱼配鱼，虾配虾。怎么不接着说了？这下一句是乌龟配王八。哎，你这小子！哎，师傅，好了，不闹，我跟你们二位说些正经事。
好在是京城连战皆捷，再打好这最后一仗，便可以得胜回朝。只是现在前线药材奇缺，我这次赶回来就是来采购药材的。过几日我就要赶回京城去。前线的条件十分艰苦，不但这药材紧缺，而且居住的环境也十分恶劣。令燕，一个扬州闺秀，女扮男装挨到今日，不但可以救死扶伤，而且还可以献计立功，实在是令人钦佩啊！真想见见他。师傅，您只需好好休息即可，这药材之事交给我办就好了。购药之事尤为重要，一定要小心行事啊！既是军情大事，定要小心谨慎。师傅，不如您把这清单给我，我这儿倒是有一家妥帖的药铺，老板人也好，药材也齐全，咱们可以去他家采买。好，我这就把清单给你。燕生，您手里拿的是买药清单，剩下需要办理之事，我都写在信中。你马上前往舒大娘的药铺，要寂静堂按照信中所说，火速办理。收好。哦，对了，你日后一定要多多留意，有没有人在后面跟着你。如果有人跟着，你就在街上瞎溜几圈，把他甩掉。还有这个，这是师傅带回来的西域葡萄，你的嫂嫂偏要给你这个好妹妹留着尝尝鲜呢。哎，这舒大娘还真是个泼辣直爽的性格呀。李小姐，你日后不会成个李大娘吧？那倒是不会，我呀，只会变成一只大老虎，然后把你吃掉。哦，那我这齐三少爷还真是可怜啊，要被个虎儿叼走了。那你就来吧。哎，天雷，你怎么魂不守舍的？想什么呢？虽然师傅也赞同我们的计策，用这个方法，不仅可以让奶奶知道寂静堂一家被陷害之事，也能让她知道柯世昭的真实为人。那有什么好顾虑的？但是揭穿此人，又谈何容易呢？你是怕奶奶不相信你？奶奶自然是更相信他了。为什么呀？奶奶年轻时喜欢养兔子，最宠爱的那一只脖子前有一撮红毛，后来得病死掉了，奶奶伤心不已。偏巧，远在江浙的姑母足月生辰，诞下一名男孩，这名男孩的脖子前竟然也有一块红色胎记。奶奶听闻之后，便以为是玉兔转世，亲自前往江州查探，之后便倍加宠爱。此人就是与我大哥同年生辰的柯世昭。竟然有如此巧合之事。这个柯世昭极会笼络人心，整个齐府上上下下，除了我母亲、雅妹之外，所有人都认为他好。你觉得，要是我们没有掌握他的铁证，奶奶会相信我们说的话吗？有道理。所以此计还需周密行事，最好是能够支开柯世昭，单独向奶奶汇报，免得节外生枝。唉，要是他不在府上就好了。对呀，奶奶一直想收回一家外地的商铺，我可以在奶奶耳边吹吹风，让她派柯世昭去速速多办此事。就这么办。
老太君信了吗？方才老太君找柯世昭问话，柯世昭出来只是神色坦然。根据推算，奶奶并不相信寂静堂所说的。捉贼拿赃，奶奶不信，我们就把证据摆在她面前。对呀，这寂静堂是受害者，奶奶不相信。但若是把瞎眼老太找来做人证，岂不是铁证如山？奶奶自然就信了。只是这老太太在山高水远的江州，我们被困在宅子里，出也出不去啊。我有办法。那太好了，我可以说。小声点，我的姑奶奶。天磊，奶奶来了。哎，别起来，别起来，快坐下，坐下。哎呀，你是不是旧疾又犯了？奶奶放心吧，没事的。一定是前段日子他太累了，累病倒的。奶奶，不碍事的。最近天气闷热，孙儿胸口憋闷。早些年刘师傅在，都会带我去山林别院静养。今年师傅不在，身子也就虚弱些。哎，奶奶，要不就由我陪着天磊一起去别院小住几日。听天磊说，那里山清水秀，空气清新，或许对养病有好处。我怕，若是等着刘若谦师傅回来，天磊不知道要变成什么样子了。也好，要不这样吧，让你表哥派人送你们俩过去。奶奶，表哥他还要打理咱们齐府的生意，公务繁忙，就别再劳他费心了。有冰燕陪我，一切都会处理得妥妥当当。冰燕呐，那我就把天磊托付给你了啊！奶奶，您就放心吧。哦，对了，奶奶，我见燕生妹妹整日闷在房里，能不能把她也带上啊？那个别院清新又安静，方便她散心。行，行。没想到这个别院还有这么一条暗道，真精巧。哎，我都好久没出来玩了。那咱们这次就玩它个够。好，好看吗？好看。杨子，我这招偷天换日如何？还行吧，只是不知道可以瞒多久。是，所以咱们也只能将计就计，速速寻找证人瞎眼老太，然后赶紧回来才行。哎，我都好久没出来玩了，在你们齐府都要待烦了，这次出来得好好玩一玩。哎，你知道江州有什么好玩的吗？你想玩的应有尽有。那跟你走吧。走啊，跟我比一比。行。去。夜色太寂寥，忆起两人之俊俏，一阵相思空念你的妙。清风落嘴角，吹来愁绪红尘飘，一地思念纷飞后人扫。我要在星夜出逃，借月光皎皎，捕捉你的笑到天涯海角。举上夜色千万飘，和着思念熬出缕缕情丝之间绕。我要在今夜醉倒，半
穿这个。好。娘子别打！哎，让你吓我！娘子，哎，去那边，去那边。哎，客官，请。二位客官有什么需要，随时吩咐我。哎呦，王公子，好久没来了呀！多赢点，多赢点。那儿呢？这逍遥楼原本就是做这类生意的，鱼龙混杂的赌场，消息自然灵通了。走吧。等等。去这种地方打探消息，自然要有些门道。门道？齐三公子锦衣华服，腰带玉佩，头戴玉冠，富贵非常。可就是这脸嘛……我脸怎么了？这脸白白净净，斯斯文文。就是这眼睛太精明了一些，一看就会骗人。我如此温和敦厚，又怎会骗人？你可不要冤枉我。可是我这法子就得要会骗人。这是我糊涂了。明明刚刚入住客房的是一对恩爱小夫妻啊！哎，你可要记住了，从现在开始呢，你就是鲜少出门的阔少，人傻钱多的富家子，反正不能把你的精明劲儿给露出来了。哎，小生初次进城，虽然家财万贯，但也只知之乎者也。今日偷跑出来，想找个乐子。就这样，就这样。哎，那你也要记好了，你现在就是地痞无赖小流氓，可千万要小心谨慎。如遇凶险，我一摸鼻子，你便要小心收敛。记住了，走吧。兄弟，买大买小啊？大。哼，122，你输了。大哥厉害，小生佩服。再来一局吧。好。我还压大。哈哈。再来。输了，你今天运气不好。怎么还要来？你这次输了，身上这件衣服可就保不住了。来，大。小兄弟，你的骰子我来帮你开。哼，爷爷，我今天手气好得很，不需要。
是小生赢了，是小生赢了，小生赢了！这是作弊，不算。哎，这可是我们逍遥楼的东家，大度有容、笑口常开的耳报神，怎么不算？哼，原来是大东家，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失敬失敬。小兄弟，这么好的手气，得再玩两把。我做个东。那我就再陪您玩两把。请。我也要来，乘胜追击方能破敌。再来一局，我全下。好，你呢？我压大。3个1，豹子，庄家通吃，胜！好嘞！嘿，小兄弟，赌局的规矩，愿赌服输，你这是要砸我场子呀？啊！不关我的事啊！我当然不敢砸您的场子了。对，我是觉得这赢了就走的话，多少有点不太道理。嘿，说的对，但你还有钱吗？哎，那是家中长辈所赐。这么个破石头，你真的拿我耳报神当叫花子？少了，这儿还有，而且这家伙看起来像是富贵人家的子弟。若是他输了，便让他打白条，让他家人还。啊，大哥，这万万不可呀！这个不行啊！没事的，这一把全赢回来。行，好，有胆识。我耳报神开门做生意，来者不拒。既然是豪赌，二位雅家请。慢着，你我二人皆是赌场老手，我看这一局谁掷骰子都不合适，要不挑个新手如何？说的有道理。这逍遥楼是我的地盘，咱不能让外人说我欺客呀。是啊，这骰子由谁来摇？你选。我不行的，小生只会执笔写字，不会这些东西，我不懂。哎，不会就对了。你来摇。兄弟，看你了。我试试。失敬。无妨。好了，我先选小。那我就选大。大。慢着，耳报神，我跟这位兄台可是赌上了全部身家，不知道您赌什么？来，是东家。耳报神，
我们兄弟二人可是赌上了全部身家，您就这么些银子，怕是有些小气了吧？依我看，若是您输了，就把这半个逍遥楼输给我们俩。大胆！好大的口气啊！哎，好，我依你，但我也提个条件：这把如果你们俩输了，打明儿起，在这逍遥楼给我当牛做马，你们俩的私产都归我。啊，那岂不是把我祖产都全押上了？我不玩了，我不玩了。完了，哎，好，开！开！我赢了，我们赢了！不可能！我明明吩咐他，吩咐人把这骰子动了手脚。胡说！这骰子难道是刚才掉在地上的时候？石匠，是你换了。您的骰子在这儿。您的骰子摇大摇小，还不是您说了算？我们二人怎么会这么傻，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全押上？二豹神，你这半个逍遥楼以后就归我们管了。你们究竟是什么人？我们也无心为难二豹神您，只是听二豹神耳听八方，任何消息都逃不过你的眼睛，所以特地来此跟您询个消息。问。我们再找一位瞎眼老太，想必以您的神通，已经知道他是谁，在哪儿了吧？早就听丐帮的兄弟说，有2个人在外边瞎打听，就是你们俩。耳豹神果然神通广大，我们二人也知道，此事背后牵连颇多，才斗胆拿着半个逍遥楼来跟您换消息。若是您肯帮忙，刚才这赌局便不作数了，这逍遥楼也还是您的逍遥楼。我耳豹神敢输，你们2个外地来的小子敢拿吗？您大可以杀了我们二人了事。不过，刚才楼下的赌徒也都看见我们上了楼，如若没有安然出去，我安排的人会去报官。我知道以您的手段平复得了官府，不过因为这样一个小事摊上一宗麻烦，这不值当。况且，我们也都是打开门做生意，这一点钱财，小小心意。罢了，我耳豹神本来就是卖消息的，愿赌服输。你们要找的人在白雀庵。多谢前辈，晚辈属实迫不得已，还望前辈海涵。不必了，拿人钱财与人消灾，你二人速速离去吧。晚了，恐怕要节外生枝。请问，您知道白雀庵怎么走吗？白雀庵呀，你们顺着这条山路啊一直走，再向东行，半山腰上就是了。多谢。不用谢。走。
打扰二位，不知你们二位是否见过一位年龄50岁左右的瞎了眼的乞丐老太？大娘，麻烦问一下，有没有看见过一位50多岁瞎了眼睛的老太太？没见过。没有看见。 50岁左右的瞎了眼的乞丐老太太。有没有见过50多岁瞎了眼睛的老太太？没见过。没见过。有没有见过50多岁的瞎眼老太？多谢。没见过。多谢。难道是这耳报神给的消息有误吗？应该不会。江湖中人各有各的活路，耳报神在江州这一块就是吃卖消息这口饭的，他不会砸自己的招牌。哎，不玩了，不玩了！我都当了1天小偷了，我要当大侠。物件给我。小偷，你可要小心了！现在我换了身份，当大侠了。嘿。对呀。 换身份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想到什么了？这瞎眼老太被追杀了那么多年，为保性命，说不定现在已经换了一个身份，不再是乞丐。不再是乞丐。可是这庵里除了乞丐，那只剩……我明白了。哎，小师太，请问一下，你们庵中有没有一位瞎了眼的师傅？ 你说的是陆玄师太吧？他此刻正在斋堂用斋饭呢。多谢。走。来，我帮你。你啊，多吃点这野菜啊。如何？打听到了，师傅法号陆玄，去年刚到庵中来剃度，在此之前无依无靠，四处流浪。那就8九不离10了，就是他。走。打扰二位师太。 我们夫妻2人初来乍到，想讨一口斋饭，不知可否应允？啊，2位施主，快快请坐。多谢，多谢。多谢。近来庵中救济的贫困灾民越来越多。 开支越来越大，为了节俭，斋饭中多选用野菜作为辅食。幸好有我们的陆玄师太颇懂烹饪之法，每日换着花样的做斋饭，倒也颇为有趣。2位贵客，尝个鲜吧。好。没想到这区区野菜，竟然也能做出如此美味。全林州的厨子都做不出这样的美味。来，再点菜啊，再吃点这个。来，给。 2位师太感情很好啊。啊，住持师太慈悲为怀，他可是陆玄师太的救命恩人呢。哎，你且出去看看，看看香客们的斋饭可做好了吗？是。 刚才那位小师傅说救命恩人，不知是陆玄师太早年间遭受过什么劫难吗？都是些陈年往事，不提也罢。这说来也巧，我们夫妻2人的一位朋友是江州人，去年家中遭遇横祸，不得不离开了家乡。
在离开江州之前呢，他曾经接济过一位瞎眼的乞丐老太。得知我们夫妻二人要来江州之后，便嘱托我们要来探望探望他，想知道故人是否安好。我的这位朋友名唤寂静堂。善哉善哉，天下受苦的人太多了，愿佛祖保佑庇护。看着二位不像本地人吧？晚辈姓齐，林州人，家中排行第3。姓齐。师太，我们知道，您就是当年瞎了眼睛的老太太。我夫君是齐家3公子，这一次特地来江州，就是来寻您的。残害您儿子的人，在江州横行霸道，在齐家也作恶多端。我们想告发他，惩举他，却苦于没有证据。您跟我们回到林州去当人证吧，去把他的恶行说出来，我们一起收拾他。二位施主认错人了，老尼久居安州，对二位所说之事全然不知。师太，就这么算了吗？那倒不会。这陆玄师太决然回去，定是因为不相信我们。毕竟我这齐3公子，可是跟害死他儿子的柯世昭是一家的呢。那可怎么办啊？先取得陆玄师太的信任吧，再想办法把他带回林州。我们就不依不饶，缠到他答应。那叫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。找师太去。哎，这位小师傅，阿弥陀佛，你可见到陆玄师太了？去后山了。多谢。师太，我们是齐家夫妇。二位施主请回吧，你们认错人了，我不是你们要找的那位。师太，我知道您还是不肯信任我们也深深为您和您儿子的事感到痛心。但寂静堂告诉我们，您儿子走后，柯世昭便搬到了季家药铺。阿弥陀佛，作孽呀！老尼每日会为你所说的那位苦主诵经超度，愿他来世多生个好人家。官爷，我一直跟随着那对小夫妇，然后他们到耳报神那儿打探到那瞎眼老太的消息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个老尼姑就是当年的瞎眼老太。耳报神的消息不可能有错的。柯少爷寻了他很久，没想到这个老太婆竟然躲在这儿。咱们还真是得感谢他们俩，帮了咱们大忙。按照柯少爷的吩咐，杀了灭口。
们是什么人？我们是送你去跟你儿子团聚的。姑奶奶先把你送下去。给我上！师太，您没事吧？官爷，你没事吧？让兄弟们把下山的路给我围了，继续给我追。啊！没人跟来。给我看看。鸟语花开穿空气，为一缕香追忆。一色流叶30里，竟无人怜惜。清尽出身风雨息，雁归落汤溪。痛吗？不疼。这么大道口子还说不疼？没事，这一点小伤真不疼的。齐天磊，被人欺负说不疼，被人打也说不疼，这么大的口子你说不疼？你在我面前不要装啊！都怪我没有保护好你。要不是我家娘子武艺高强，我早就被劈成几十瓣了。别哭了，就知道逗我，就知道笑嘻嘻。公子是为了救老尼才受伤的，老尼感谢二位的救命之恩。师太不必。师太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师太。虽然你躲入白雀庵中削发为尼，但也阻止不了那群人的杀心。你的行踪现在已经暴露，他们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对啊，师太，这样躲下去不是办法。要不，您就跟我们回林州去吧，去揭发柯世昭的恶行，替您儿子报仇。好，若不是二位救了老尼的命，老尼也无法知晓二位的为人和真心。你们是好人，我就不再遮遮掩掩了。柯世昭那个恶贼，为了夺得几家药铺，把我儿匡骗去，下毒害死。现如今，他还想要了我这瞎眼老尼的命。师太，不瞒您说，我的2位亲生哥哥也可能是被柯世昭给害死的。我这么多年来就是为了寻找证据，为我的至亲至爱之人报仇。杀你儿子的恶人，那也是我的仇人。是啊，师太，我们一起为枉死之人报仇雪恨。我这老尼留着一条命，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为我儿沉冤昭雪。要不然，我这条命就随他去了。只是苦于深渊无门呐。我们可以帮您，但我需要您去做个人证，
把您这些年所见所闻，把您儿子被害死的经历，通通告诉老太君，让老太君知道柯世昭的险恶为人，老太君便会为您做主，为您的儿子报仇雪恨。好，只要能为我儿讨回公道，要我做什么都可以。那如今的当务之急，就是咱们速速回到林州去。可我刚才查看了一下，下山的路都被他们封死了，你又受了伤，硬闯肯定不行。咱们得想个办法才行。师太，那一车臭臭的东西，装的是什么呀？哦，小师傅们将夜香存放到此处，等夜香车满了，夜香郎就会把它送到白雀庵的菜园子里。有法子了，天磊，这夜香郎就由你来当了。师太，一会儿我们要演一出好戏，不知道您的眼睛是否方便？老太婆虽然眼瞎，但是听觉和触觉都还灵光，我这平时行动没什么障碍。那便好，眼下就差一身法袍了。这好办，顺着这草棚往东走半里，有一口古井，我们常在那里洗法袍，小师傅们都把衣服晾在那儿。那我去接一身。哎，我同你一起去。你都受伤了，乖乖待在这儿，我马上回来。我打不过，还跑不过吗？算起来，他们也该差不多抓住我们的替身了。估计呀，嘴都给气歪了。他们肯定想不到我们绕道走了，就算他们折返回来追，千里马也追不上。等回了林州，咱们还得先将师太找个安全的地方安顿起来，再回别院。要把这出大戏神不知鬼不觉地唱完才好。嗯。你们回来了，那是当然。此行虽然凶险万分，但也一切安好。什么安好啊？你的手……这点伤算不得什么，休养几日便会好的。最重要的是，咱们把要找的人给带回来了。敬堂兄弟，你的仇很快就会得报。不过此事事关重大，切不可让柯世昭提前知晓，否则他定会痛下杀招。这段时间你要小心谨慎，切不可大意。好，还有一件事。奶奶，哎呀，你们两个终于肯回来了，来让我看看。脸色好了许多，身体也强壮了不少，好啊！奶奶。那山林别院山清水秀，空气沁人心脾。这回孙儿病已经好了大半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让我看看冰燕。瘦了不少。哎呦，我都心疼你了。正好奶奶呀炖了血燕，给你们补补身子。来人呐，把血燕端上来！快坐，别站着，坐，快坐。奶奶，哎，坐，都坐下。我说天磊啊，你这气色看起来的确好了很多呀。外祖母您瞧瞧，天磊似乎黑了一点啊。你这么一说呀，还真是有点黑。哦，我知道了，
定是三少奶奶性格活泼，待不了这方寸的庭院，于是带着天磊到有趣的地方玩去了。弟妹啊，你不妨说说，带天磊去什么地方玩了，让我们大家伙儿也都乐呵乐呵。这好玩的地方呀，在哪儿？那是一个都没去。日日待在房中？也不是。奶奶，我和天磊为您抄了佛经呢，小喜。哦，真是两个有孝心的好孩子。感谢佛祖保佑我的孙子病情好转。奶奶，其实这誊抄佛经为您祈福之事，也是受了高人指点。哦，什么高人？这位高人是一个心怀慈悲、德高望重的师太。这位师太是师父早年间游历江湖，机缘巧合碰见的。谈吐间，师父了解到这位师太佛法高深。之后，师父为我治病时，便将这位师太所讲解的佛经誊抄给我，让我潜心参悟。没成想，我的病竟好了大半。善缘，这就是善缘。这位师太云游四方，讲经论佛，可遇不可求啊。但师父写信跟我说，这位师太近日要来咱们林州云游。我心一想，奶奶一心向佛，若是能将这位师太请到咱们祈福，为大家讲讲佛经，对咱们祈福而言，简直就是好事一桩。所以便拜托师父，请这位师太来咱们府上。奶奶意下如何？当然好啊！奶奶我这大半辈子行善积德，为的就是求佛祖保佑我们齐家，保佑你们。要是能和这位师太结缘，那就是我们的福报啊！奶奶说的是。天磊啊，你不妨告诉表哥，这位师太现在身在何处？表哥马上派人去把她请过来。表哥，这位师太乃是得道高人，神龙见首不见尾，我也弄不清楚她的行踪啊。师父反正下了拜帖，人家要来，自己便会来，就不劳表哥费心了。好，甚好。如何？幸好有师父留给我的保命丹药，已经暂时压制住了师太体内的毒性，保住了性命。不过，师太的嗓子怕是已经被毒哑了。就差一天，这下可怎么办？师太说不出话，也不会写字，那满肚子的冤屈不就无法申诉了吗？敬堂兄弟，你们来祈福的路上是否遇到过什么蹊跷之事？没有啊，我们是坐马车来的，一路上都平安无事。你再仔细想想看呢。哦，对了，倒是有一件无关紧要的事。当时师太正要上马车，突然有一个小乞丐跑了出来，一直抓着师太的手不放。师太，可怜可怜我吧，给我2个铜板吧。我看他可怜，就给了他2块铜板。后来师太上了马车之后，一时觉得手臂奇痒，一直抓挠，手都抓红了。这毒竟然是小乞丐下的，难怪柯世昭有恃无恐，正堂端坐，原来早就在师太来的路上下了毒，还
还可以在奶奶面前撇清嫌疑，是我们大意了，实在是太恶毒了，杀死了师太的儿子，现在又想毒害师太。为今之计，就只能等着师傅回来，看看有没有办法能解掉师太的毒。但若是柯世昭知道师太中毒未死，定不会善罢甘休，我们得想个办法骗过他才行。这投壶啊，讲究一个耳聪目明、胆大心细。奶奶，看来你这簪金丝桃花团扇是保不住喽。哼，那未必。行了行了，你这都还没有赢呢，就开始说大话了，赶紧投吧。让你们输得心服口服。统分。三少爷7筹，老太君5筹，香剩1寸。别得意，这一局我替奶奶赢。好，冰燕替我投。娘子请。双筹，双中，算4筹。相近，老太君胜。看见没有？这叫力挽狂澜。这小小娘子竟能双中，你们俩合起伙来欺负我一个，这赢不过也输不起啊！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跟冰燕结盟那是结对了。她呀是我的小福星，身上还有几分英气，我喜欢。快把那团扇筹给三少奶奶。多谢奶奶。你应得的，小子没你的份儿了。好像是挺漂亮的。哎呦，好像是比某人的扇子好看哎。不高兴了？输不起，输不起。怎么还不高兴了呢？输了就输了嘛。少爷，这等的谁呀？这么大的款，竟让您亲自屈尊来迎啊！这个人是我请的神兵，来助本少爷我一臂之力的。神兵？还一臂之力？把嘴闭上，少说点。是。外祖母，苏州余下嫡孙女秀波小姐到了。我呀，见她拿了好些礼物，于是便先安排她去住处，把行李放下，一会儿再过来跟您老问安。好，好，小巧啊，你去把世昭送给我的庐山云雾茶拿来。这个丫头最喜欢喝茶了。老太君，您平时自己都舍不得喝呢。小巧进府晚，常听老太君提起这位小姐，看来老太君是打心里疼她呢。快去吧。来者是谁啊？表弟妹啊，这你就有所不知了。这位小姐乃是苏州有名商贾于氏姑女，那可是名门闺秀。我记得小时候世昭刚到齐府，这位小姐便已是座上宾了。说起来，秀波妹妹与天磊自幼相识，应该也算是青梅竹马吧？可不是嘛。
他祖母与我是闺阁密友，未出阁前，我们俩是很好的朋友。我们两家是世交，我家请了教书先生，他便入住到我府上。我们同吃同住，同跟着先生学书画。闲暇的时候，我们共同摆弄女工、刺绣。我们呐，不是姐妹，胜似姐妹。后来啊，他也经常带着秀波到我们齐府上来住一住。所以说，他和天磊是一起长大的。外祖母，您别着急，秀波妹妹马上就到。老太君，秀波小姐前来请安。好，叫她进来。请。老太君，秀波给您请安了。来了就好，来了就好啊，来了就好。打小你父母死得早，你是跟着你祖母长大的，现在她也走了，我知道你很伤心。祖母过世，留下秀波一个人，孤零零的，无依无靠。秀波为祖母带孝3年，常常梦到祖母，整夜以泪洗面。可怜的孩子，可怜的孩子，我知道你是个孝顺的好孩子。不过没关系，你祖母走了，不是还有我吗？是不是？我们这齐府啊，也算是你的半个家了，以后会有人疼你，有人宠你的。多谢老太君。奶奶，这秀波妹妹来咱们齐府本就是喜事一桩，你就不要再难过了。你看，我也是老糊涂了，弄得孩子也跟着伤心。秀波妹妹，一路来辛苦了。见到天磊哥哥，秀波就不觉得辛苦了。秀波常常挂念着天磊哥哥，想着3年孝期满了，就赶紧来看望哥哥和老太君呢。对了，我还给天磊哥哥带来了旧物。记得小时候，祖母与老太君相会，带着我和天磊哥哥去寺庙祈福。大和尚曾言，天磊哥哥麒麟之才，祖母便找金匠精心打造此物，没成想却误了工期。后来祖母过世，秀波留在苏州，3年孝期，秀波一直把他带在身边，就想着今日能亲手送给天磊哥哥呢。祖母疼爱秀波，给我也做了一只。小姐，那2个分明就是一对儿。天磊哥哥，你可喜欢？我说天磊啊，你瞧瞧，人家秀波妹妹可是一片赤诚之心呢，你就快收了吧。哎呀，喜欢喜欢，多谢妹妹。多谢妹妹美意。
介绍一下，这位是你的嫂嫂。这个物件呢，本也就是护身符，到时候我与你的嫂嫂生一个大胖娃娃出来，就全当做妹妹的贺礼。我去替小侄子先收下了。能送给天磊哥哥和嫂嫂作为未来侄儿的贺礼，秀波心里更加欢喜呢。你嫂嫂长你几岁呢？嫂嫂好，只听闻天磊哥哥娶了娘子，今日见了，当真是国色美人。看着嫂嫂这样娇俏，秀波心里喜欢得很呢。多谢妹妹夸赞，妹妹也漂亮。好了好了，别站着说了，坐下，都坐下。来来来，哎呀，真是好几年没见到你了，快坐快坐。哎呀，外祖母呀，您可能不知道，秀波妹妹那可是非常厉害呀。在守孝3年期间，她独自一人撑起了家里所有生意，还在苏州开了一间远近闻名的绣坊。我在江州做生意，听苏州的老板提起秀波妹妹，我呀这才有所耳闻。秀波为了维持生计，不得已才学着打理祖业，做生意的事也只懂些皮毛，还要跟老太君多请教呢。商场如战场，你这个小丫头呀，竟有这种本事。唉，只是一个女孩子抛头露面的，太辛苦了。日后啊，你要是寻到一个如意的郎君，就能过上安生的日子了。秀波，你现在可有许配婚约？秀波还未定亲。秀波只愿找个情投意合的好郎君，疼爱秀波，护着秀波。只可惜自己命苦，一直没有寻到良配。不急不急，我们的秀波呀，如此的蕙质兰心，日后我一定帮你寻个好人家。多谢老太君。郎骑竹马来，绕床弄青梅。天磊哥哥，这作诗的人一定是个痴情种。你瞧这诗句，字字含情，说的不就是我和天磊哥哥？小姐，你瞧他们，吟诗作对的，三少爷怎么能这样？还说最喜欢你舞刀弄棍，不在乎你的学识文采，现在又在这儿跟秀波小姐写写画画的。慌什么？我可是他齐天磊把抬大轿抬进来的。娘子，秀波见过嫂嫂。妹妹好。这是在写什么呀？天磊，这个郎骑竹马来，绕床弄青梅，什么意思啊？此诗是写小男孩以竹竿作为玩具马逗趣小女孩的。嫂嫂别多心，秀波只是想到自小同天磊哥哥一起长大，有感而发。没什么，我知道你俩从小一起长大，就是青梅竹马，感情好得很。娘子，这话可不能乱说呀。我与秀波妹妹虽是一起长大，
不过一直都是将她当亲妹妹看待的。天磊哥哥说的是，我二人清清白白。我也没说什么呀。天磊，我知道你们大宅子里的公子哥都是三妻四妾的，既然你这么喜欢秀波妹妹，把她娶进来呀。这个不敢，娘子，我答应过你，此生只娶娘子一人的。小喜，秀波妹妹，这是我小厨房里做的点心，好吃的很，外头可吃不着。现在点心已经送到了，我就走了，不打扰你们。哎，娘子，秀波妹妹，我看此书的寿字拓片并不足以书写百寿图，我再去书院寻一些来，到时候我那半阙写好之后再给你送过来。就先告辞了，不打扰了。娘子怎会如此生气？方才不是大度的很吗？谁说我大度了？我李玉湖心眼小得很。齐天雷，我告诉你，你若是喜欢那个动不动就哭鼻子的美人儿，你提前跟我知会一声，我保证二话不说立马回扬州。对，带上小喜，咱们回扬州。去，不就是青梅竹马吗？谁还没有一样？跟我在同一武馆长大的师兄弟们，那也都是我的青梅竹马喽。他们与我脾气、喜好都一样，而且只爱练武，不爱读你那些破书。这么说起来，可能还更合适呢。小喜，赶明儿咱们就回扬州去，找一个青梅竹马的师兄给嫁了。小姐说的对，小喜啊，支持你。咱们便也找个两小无猜的，开开心心的嫁了。我这儿都还好好的呢，怎么就能琢磨改嫁呢？不行。你呀，就找你青梅竹马的秀波妹妹去，管我改嫁干嘛？那别的先不说，你哪来的什么青梅竹马的师兄弟啊？我怎么不知道呢？我青梅竹马的师兄弟可多了去了，都让你知道啊？那他们姓甚名谁，身在何处？你跟他们还有联系？要你管？就是，你齐三公子只有一个秀波小姐，我们家小姐那可是有一整个武馆的师兄师弟呢，还不快好好哄哄我们家小姐？当心啊，她真的收拾东西回扬州改嫁去了。哎呀，是。哎呀，我家娘子啊，那是美若天仙。我齐天磊就是三生有幸，才能从整个扬州城人的手中把我娘子娶回家中。娘子啊，你就别生气了啊！你少跟我贫嘴，我不吃你这套。那娘子如何才能不气？不管是这天上星星，海中珍珠，只要是娘子要的，我都给你取来，跟娘子赔罪。那我刚刚路过园子的时候，看见一棵青梅树，上面有几颗青梅，我想喝青梅酒。行，我这就去把所有的梅子都摘下来，只给娘子一个人用。娘子，那边，这个？算了，那个吧，那个，这个好打一点，这个，这个，就它了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接住了啊！再来，这个，好了，接到了。好，来，小喜，这么些可不够酿酒啊。这早就过了青梅成熟的季节了，目前也就只剩这些。
况且这棵树还是我亲手栽种的，它一年的产量也不太多。若是娘子喜欢，我便都留给你，拿去酿酒。这也太酸了吧！小馋猫，谁让你馋嘴的？小喜，你把这些青梅都拿去清洗干净，晾干。记住了，这些都是给三少奶奶的，谁都不许碰。我要亲自为娘子酿酒。多谢相公。放心吧，三少爷，小喜啊，亲自看着，一颗也少不了。走。好吃吧？确实够酸。现在早已过了青梅采摘的时节，况且那棵树上也已经没有青梅了。没了？我前几日路过，见还有几颗的。已经被我采完了。我摘的。我想喝青梅酒，所以把它们都摘了。不过，天磊，眼下妹妹病得这么重，你把它们都拿出来做成青梅府，给妹妹开开胃吧。这一直不吃东西也不行啊。对不住嫂嫂，害你喝不成青梅酒了。没什么的。都怪秀波，害天磊哥哥劳累这么久。不碍事，毕竟工序繁琐了些，所以晚了点。是天磊哥哥的手艺，光是闻着味道，秀波都要流口水了呢。还是三少爷有办法，让秀波小姐愿意吃东西了。快吃点开开胃。还是天磊哥哥联系秀波。我有事儿就先走了。小姐，你吃点东西吧。这一整日都在秀波小姐那里照料，你都没怎么吃东西。不想吃。哎呀，都怪三少爷，明明说好那青梅就是给小姐你酿酒用的，还说什么别人都不许动。结果呢，那秀波小姐一生病，便什么都忘了。这事儿也不能全怪他。秀波那副可怜样，谁看了不心疼？小喜，我觉得很奇怪，但又说不出哪里奇怪。哪里奇怪呢？娘子果然敏锐，此事的确大大的奇怪。你过来这儿干嘛呀？不留在你秀波妹妹身边，人家生病了，变成这样还叫你的名字呢。那人家不是烧糊涂了吗？齐天磊，你说得倒轻松，是你先拉人家手，拉得还不够吗？那拉手，哎呀，是不该。娘子，你别碰我。娘子，就因为我被别人碰了一下手，就要把我这只手给砍掉？摸了秀波妹妹的手，就不能再碰我了。小喜，快劝劝你们家小姐。我家小姐说的对啊，这被别的女人摸过的手啊，就是该砍掉，就是该砍掉。你们主仆二人竟是如此妒妇！哼，对，我就是妒妇。你不喜欢，找你秀波妹妹去啊。你笑什么？我笑我娘子为我吃醋，
我自然是开心的。少往自己脸上贴金了，我才没有吃醋。好，娘子不是吃醋，娘子是生气，生气自己的夫君被别人惦记。对，我只是生气，我的东西被人惦记。那娘子就不必生气了。这人是娘子的，青梅酒也是娘子的，再惦记，别人也抢不走。果然是青梅酒，你哪来的青梅？为了保住娘子的这几颗青梅，我可是差人跑了大半个林州呢。我这番煞费苦心，可娘子竟然要砍掉我的手，我还真是伤心呢。好吧，我误会你了。我答应过娘子，这几颗青梅谁都不许碰，我又怎能食言呢？算你识趣。对了，你刚才说有些奇怪，是发现了什么吗？秀波这场病确实有些古怪。我也觉得，这好端端的，怎么就突然生病了呢？他在梦里叫我的名字，拉我的手，都略显刻意。你是说他这是演的？高烧倒是真的，不过这情貌真有几分像演的。小姐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哎，我想起来了，昨天晚上我去后院收青梅的时候，看见水井边上有2个人在争执，还有水声呢。那身形像是秀波小姐，我瞧着她正打了那井水上来泼洒着呢。那这个意思是，她为了生病自己泼自己冷水？8九不离10了。这也太……不过秀波本性纯良，怎会连自己的身子都不顾，也要离间你我2人呢？或许是对你用情至深呢。娘子，你就别再打趣我了。这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就算女子真动了情，按照秀波的本性，也不该至此的。有人怂恿她。秀波妹妹有福了，这边院就是特意留给妹妹的，可见老太君对妹妹的宠爱啊。哎，我想起来了，那日秀波小姐搬进院子的时候，柯少爷也来贺喜。他们2人把下人支开，窃窃私语了好一阵呢。果不其然，又是柯世昭。柯世昭，又是柯世昭，棒打鸳鸯到本姑娘头上，还利用秀波妹妹对你的感情，我饶不了他。娘子不用着急，此事涉及秀波，咱们还需从长计议。我看秀波妹妹也是痴情的人，要是柯世昭再利用她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。那咱们就帮秀波擦亮眼睛，看清柯世昭的丑恶面目。你有什么计策？他们不是要棒打鸳鸯吗？那咱们这对鸳鸯就闹个鸡飞狗跳给他们瞧瞧。哼，懂了，将计就计，让柯世昭以为自己的奸计得逞，这样就会放松警惕，自己露出狐狸尾巴。你这悍妇，极度成性！我堂堂齐家3公子，3妻4妾，通房4舞，又有何不可？哼，你这个没良心的！我千里迢迢的嫁来齐府，你就这么对我，让我跟那些阿猫阿狗争风吃醋？早知道我就不来了，让你这个病秧子病死！你再看看你浑身上下，哪样与我般配？
我要找一个天仙般的女子，秀发如水，顾盼生姿。你想得美！哪个好女子看得上你？一看就是病秧子，身体不行。你彪悍如河东狮，你性格古怪，你面目可憎，你臭不要脸！姑奶奶受不了了，我走了。求之不得，我也落个逍遥自在。哼，你就该感谢你姑奶奶，我救了你命。哎，你干嘛？你再如此，我便不客气了。哼，你敢对我怎么样？你这个人竟然对我动手，有何不敢？鸟语花开穿空气，为一缕香追忆，一色流言30里，竟无人怜惜。清静出山风雨息，雁归落汤溪。一叹不知你归期，而叹忆往昔。小姐，三少爷，那个看戏的已经走了。难忘当时为爱的坚持。小姐，那我进来了。至此都不舍一世。才没铸下大错。妹妹日后一定要好好珍爱自己，找到自己的如意郎君。秀波自小跟天磊哥哥一同长大，当初一心觉得女儿家最重要的就是依靠婚姻，秀波以为天磊哥哥就是最好的选择。那日在水榭里，嫂嫂说天大地大，情情爱爱绝不是女子的唯一追求。秀波才幡然领悟了。自那日起，见嫂嫂和天磊哥哥情深至此，秀波才明白自己不过是执拗于年少时青梅竹马的回忆。从今往后，天磊哥哥便是秀波的亲兄长了。日后作何打算？我打算回苏州去，好好经营祖母留下的产业。秀波妹妹蕙质兰心，定能将祖业打点得风生水起。兄长过奖了。只是那柯世昭一心想要对付你们，往后定会使出更多的手段，兄长和嫂嫂该如何是好？放心，你且安心回苏州去。我和你兄长有的是法子对付他。这对金麒麟本就该属于相爱的两个人，两只在一起才能算作一对。今日我便将它送给冰燕嫂嫂，祝你们伉俪情深，白首不相离。多谢妹妹。妹妹走了。保重。
师傅，怎么样了？天雷，正如你所料，下的是相克的毒药。这些人真是丧心病狂！我们这才刚走了几天呀，就发生此等恶事。师傅，我们将师太藏好，为的就是等师傅回来，看师傅有没有法子将师太医治好。如果治好了，他就能去奶奶面前揭示柯世昭的恶行了。我记得肘后救足方中有一古方可解此毒，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将它治好的。那太好了，师傅果然是神医。等师太痊愈之后，就可以向奶奶禀告，一切都会水落石出，真相大白的。哎，对了，天雷，你的那些汤药，可有按照咱们相约之法测了一测？师傅放心，徒儿早有筹谋。天雷，天雷，你快看！慢性毒药，果然是他的惯用伎俩。还说什么祖传秘方？我大哥天祥就是这样被他害死的。天雷，你别太难过。柯世昭那个大坏蛋实在是太可恶了。但天网恢恢，我相信邪不压正。再说了，柯世昭在汤药里下毒的证据，我们不是已经找到了吗？还有师傅也在帮我们医治瞎眼师太呀。等师太好了，我们就把师太和这些证据一起带去给奶奶看，她一定会相信的。天雷，我们一定可以给你大哥，还有被柯世昭害死的人报仇的。平时风风火火的玉壶女侠，竟然也有这样心思缜密、耐得住性子的时候。那也是跟你这个万事考虑周全的公子待久了，照猫画虎也能下个3分。奶奶好。奶奶好。天磊，你们两个这个时候到我的房间里来，有什么事吗？奶奶，孙儿和冰燕今日有要事向您禀告。哦，那坐下说吧。是。冰燕啊，你也坐吧。多谢奶奶。坐吧，坐吧。湘云，你先下去。是。有什么事你就说吧。奶奶，之前带您见过一个少年，叫季敬堂，您可还记得？记得。不过当时我跟你说，不要管他的事。孙儿那个时候还担心，会不会是柯表兄常驻江州，把江州地界的晦气、恶习带到了咱们齐府里来。哎，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不要瞎猜，不要瞎想。孙儿这也是关心则乱，为了咱们齐府着想嘛。我也希望咱们齐府上上下下平平安安，奶奶您长命百岁。天磊啊，我看你这阵子啊，身子骨也挺强壮的。当然了，这也有冰燕的一份功劳。这最大的功劳，还应该是柯表兄的呀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柯表兄费了9牛2虎之力，找到了一位名医的祖传秘方，还搞到了18味名贵药材，让方小巧每日按时送到我的房里来。柯表兄为了咱们齐家这独苗，还真是尽心尽力的。也许吧。不过，这名贵药材熬出来的味道却有些奇怪。孙儿每次喝的时候，确实难以下咽。如若不喝，
又仿佛愧对柯表兄的一片心意。所以，孙儿也只能将药慢慢的倒掉。倒掉？为什么将药倒掉啊？说是倒掉，其实孙儿还稍微留了一点，给我的一位朋友替我代喝。日复一日，喝到今天，果然出奇效了。什么朋友？就是他。这个柯世昭真是坏透了，肯定是他想方设法把杜家人从扬州弄过来的。这可怎么办呀？我换什么衣服，李玉虎也变不成杜冰雁啊！你先别着急。什么别着急？火都烧到眉毛了，还不着急？这样，你先把小喜叫过来。小喜？对。对哦，他可是货真价实的杜家人。不知细叶谁裁出？怎么还不睡啊？我等你呢。等我？等我干嘛？我和冰燕姐有好多话要聊，要不是她赶我，我还不想回来呢。那我岂不就独守空房，可怜死了？你可怜？有我这个假冰燕，现在又来了个真冰燕，可怜什么？可我不要那个真的杜冰燕，我就要你这个假的杜冰燕。她原本就是你的新娘子啊。可是现在，她是他的。他和他遇到麻烦了。怎么了？皇上已经下旨，要招元不屈当驸马爷，让他娶昌平公主。那这下可就麻烦了。不过冰燕姐想出了一个好法子，或许能够让皇上回心转意，元不屈正按照他的法子实施呢。那就好。哎，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他就还是他的，你也还是我的。他不会是我的，你也不会是他的。什么你我他呀？就你贫嘴，睡觉去。哎，你等等。你怎么了？我就要定了你这个假的杜冰燕。见他从血馆里回来的时候，我就比了比，我兄长可是一表人才。冰燕呐，不要乱说。天磊兄，我这妹妹自幼就心直口快，你呀多多包容她。冰燕呢，你昨晚不是跟我说，这天磊兄虽然出生在富贵之家，却毫无骄奢淫逸之气吗？这可是你的福气啊，你呀要好好待他才是。我可没这么夸他，他这样子还是因为他那仙风道骨的师傅。说的倒是，也多亏了我那师傅的谆谆教诲。怪不得天磊兄眉目之间有一股正气，果真是妹妹的良配夫君呢。可我这位良配夫君总是让人欺负。兄长，你可真是见微知著，说的话都是金玉良言呐。我呀，也有一位师傅，他跟我说，这人世间姻缘最重要的就是情字。我看天磊兄和妹妹情意绵绵，实属是天作之合呀。兄长不愧是才女。
才女们各自思量，人人爱慕的睿智男儿。兄长，希望你早日和你的心上人相聚。冰燕，兄长还未向老太君辞行，咱们也还没跟岳父大人好好的聊聊天呢。要不咱们就到这儿。请。老爷请。好，好，好，来，多来一请。好，你也请。哎呀，老爷喝茶。那多老爷辛苦，请用茶。好。小喜昨天把你们齐家的事情都跟我说了。哎呀，李小姐啊，你替冰燕到林州冲喜，真是太难为你了。不，杜老爷不辞辛苦从扬州赶来林州帮助我们才感激不尽呢。哎呀，不客气，不客气啊。哎呀，我跑这一趟，你们也没有让我做亏本的生意。你看啊，我嫁出去一个女儿，收回2个女儿，还带回2个女婿，我这里里外外啊，可是翻了一番呐。爹爹这讲的可是生意经呢。小女见过爹爹。哎，请起，请起。那小婿也叩见岳父大人。哎，好，请。哎呀，我这真是唱了一出精彩的好戏呀！哎呀，喂，老太君让你协理管账，这正好可以夺回齐家的财权，你为何不干？等抓住那豺狼再说。抓住豺狼可以啊，但这账你也得管呀。玉虎啊，你不是说你以前最瞧不上那钻进钱眼里面的那些人吗？那我齐天磊定然是跟你想的一样的。那你不管谁管啊？我呢，已经有看上的人了。谁啊？明日带你去见他。哎，燕生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三少爷、三少奶奶，你怎么到这儿捣药了呢？爹娘走后，店里没有帮手，燕生就过来帮忙了。哦，怪不得平时在府里见不到燕生，原来是跑到这儿来捣药来了呀！原来是跑到这儿来了呀！金堂，哎，公子，若我是客人，我把药单弄丢了怎么办呢？没事儿，我有账单。不瞒您说，公子，我还从来没有记错过账呢。您看，这是这个月的大宗账单，这是这个月的小宗账单。哦，对了，小喜上个月也来这儿买过药。哦，小喜，对，上个月的账单你都记得清楚，这么厉害。您看，
景堂，哎，我让你去管一家更大的药铺，怎么样？若是公子信任我，敬堂一定好好打理，细心经营。这上面的字可都是你写的？对，是我写的。那你再写几个字我看看。好。叶生小姐，你看，我就说这王胡子会来吧。你说咱俩现在要出去，不得把他吓死？哼，他肯定以为我们俩是诈尸呢。那边看一下有没有啊？哎，你去那边捞一下，捞一下。哎，你去那边捞一下，仔细点啊！那边捞仔细一点，你俩有没有啊？哎，在这儿，我找到了！快！走。捞到了！三少爷，捞到了！救命啊！救命！王胡子，你在水中作甚呢？摸鱼。他呀，真是愚蠢至极。这王胡子可是又蠢又狠，要不是燕生提醒，你我二人还差点就一命归西了。玉壶天磊，这招守株待兔终于奏效了。可能连王胡子自己也不知道，他现身的那一刻才是他报复的那一刻。前段时间冰燕姐姐来府中的时候，就告诉我们要警惕柯世昭，这不他就露馅了。冰燕姐姐可真是我们的福星。冰燕来过这儿。天磊，她为什么会来祈福？师傅，这可又是天大的一件巧事了。这柯世昭派人偷偷去扬州，请杜老爷来咱们祈福，利用杜老爷来戳穿玉壶的身份。可谁曾想，这个时候杜冰燕偏偏从边城回到了扬州啊，便女扮男装，跟着杜老爷一同来到咱们祈福。一个真的杜冰燕叫这个假的杜冰燕，杜冰燕妹妹。你别说柯世昭被弄得晕头转向，就连我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呢。你别说，冰燕还真是及时雨，助力你们二人。天磊，冰燕是何时到的林州啊？5月初4。又是几时去的扬州？住了2个晚上，5月初6。哎呀，坏了，他们帮了你的忙，却坏了自己的大事。什么大事啊？这袁不屈本来是受杜冰燕之意办事的，办完事情之后，便急匆匆地赶回了扬州，去接杜冰燕回去。算起来，恰巧是5月初4的前后，看来他要扑空了。扑空倒不至于，袁不屈将军应该会等冰燕姐姐回去的吧？就怕他不会在扬州多待，选驸马的事情还没有完全解决。万一皇上召他回京呢？那他也会留口信给冰燕姐姐吧？这边巧了，就怕那边没那么凑巧啊。奶奶，快了。好。这个柯世昭，奶奶，
放心吧，奶奶我不是那种心软的人。他柯世昭在咱们齐府做了那么多恶事，是时候让他自食其果了。奶奶，我们的计划一定会成功的。好。天磊，这柯世昭的罪行都一清二楚的了，直接把他送官不就行了吗？为什么奶奶还要演上这么一出啊？不是不报官，是因为时候未到，得逼到狗急跳墙之时，再抓他现行。那狗怎么样才会急？天机不可泄露。你不相信我？啊，你还说我？你说你啊？你就是嘴太快。哎呀，你就告诉我嘛。行，那我就告诉鸟语花开。好啊，你这个坏蛋！我让你告诉我，今天占我便宜。我说，你先放下。我说个屁！你这个人！青出山风雨洗，雁归落汤溪。一叹不知你归去。我说，这读书人，要么不干坏事，要么干起坏事来，比谁都快。没错。你干嘛傻笑？你每日让我读书识字，就不怕我以后跟你斗心眼啊？不怕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书，它也分两种。第一种是说得讲仁义，与人为善的，这第二种便是引人为恶。不过你放心，这第二种书已经被我扫地出门了，你想看也看不了了。按你的意思，那柯世昭虽然仪表堂堂，却满肚子坏水，是因为看了作恶的书？没错。你干嘛又傻笑？我说了，你可不能生气啊！是你自己说的，你说你们齐家的男人长得都不太成形，特别是你两位哥哥，只知道吃喝玩乐，就你还马马虎虎。我在想啊，那些歪瓜裂枣，难道是因为看了作恶的书？那你如此聪明，是因为看了引人向善的书？我在观景阁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你这个人怎么是记性好，忘性大呀？好吧，好吧，那我再跟你说一遍，这人生在世，犹如浮游一瞬，转眼间便乌发换白头。若是心存善念，坚持本心，那便需要莫大的勇气和毅力。若是生在贫苦之家，周遭没有那些引人为恶的诱惑，那便还好些。可他们有些人生在富裕之家，周遭充满了各式各样的诱惑，自身定力又不足，便会给自己找个借口，谎称及时行乐，便吃喝嫖赌样样都沾，实则就是下作。哎呀，为借习武之人，你说那些话我都听不懂。我这可说的都是大白话，你这都听不懂？不懂。行，我的意思是，富家子弟切勿奢华，你可懂了？不懂。我的意思就是，人要心存正义，切勿饱暖思淫欲，你可懂了？不懂，不懂，不懂。你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？我刚才仔细想了一下，我是真不懂。
行，你不懂没事儿，你不懂，我就来给你开开窍。哎呀，还想跟我动手？谭正说呢，我们应该进行哪一步了？都由你说了算。按照我的意思呢，我们盖房这一招。对，老太君运筹帷幄，请君入瓮。女侠鲤鱼湖，黄雀在后，一老一少，让他插翅难飞啊！老太君，杜冰雁北上荆州，也促成了他和袁大将军的一段美好姻缘呢。对呀对呀，反正现在也是皆大欢喜嘛。你有喜了？奶奶，您不要生我的气了。我怎么会生你的气呢？我高兴，都还来不及呢。你为我们齐家除去了恶人，还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希望啊！是啊。京城传来了杜冰雁的消息。什么消息啊？听闻他们二人已在京中重逢，本以为是皆大欢喜。皇后娘娘定要让袁大将军与公主成婚，袁大将军抗旨不从，也被下了大狱。怎么会这样？冰雁姐也太倒霉了吧！冒出个公主，现在要半路杀出个皇后来。要是那将军要休了小姐，娶那公主，我家小姐可怎么办呀？他敢！这袁不屈要是为了当破驸马，辜负我冰雁姐，我宰了他！不会的，据说当日袁大将军参加了皇后娘娘的鸿门宴，公然违抗了皇后娘娘的懿旨，誓死不从。杜冰雁化身侍女，跟在袁大将军身旁，要与袁大将军夫妻一体。这样看来，姐姐是要跟大将军生死相随了。好了，你也赶紧收拾收拾吧，我们即刻出发前往京城，设法救人。师父与师娘也在路上，到时候在京中会合，一起想办法。天磊他们来了。天磊，师父，师娘，快进来。公主，我舅舅舅妈来了。拜见公主。免礼免礼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不用拜了。听评委说你们跟袁大将军相熟。我之前在袁将军的军营中做军医，这二位，一位是齐家的三少爷，一位是齐家的三少奶奶。我是冰雁姐姐的结拜妹妹。哦，对了，你们有没有去牢房探望过姐姐？她怎么样？有没有被欺负？那是休官狱，除非有皇上和皇后娘娘的手谕，否则谁都别想进去。我也找父皇哭闹过了，可父皇说母后是为了我好，不肯插手。我这父皇母后真是棒打鸳鸯。没想到你还是个讲道理的。大不了我这公主不当了，我随嫔妃私奔去，看我父皇母后能把我怎么着。只不过
连累了袁大将军和你姐姐。得想个办法混进邱关玉，与他们二人见上一面。此事我们身居局外，不知内情，想要破解，恐难找到其要害。或许他们二人会有什么线索。说得对，我们在外头跟没头苍蝇一样，得快点见到姐姐，跟她商量。阿兰，你是公主，你就没有什么办法带我们进邱关玉吗？我已经找了母后哭闹3次了，我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了。哭闹有什么用啊？小时候爹爹不准我干这个，不准我玩那个，我都是跟他斗智斗勇周旋着来的，得智取。你刚才说，要见姐姐得有皇后和皇上的手谕。那我们就偷一个，抢一个，伪造一个也成。这，我觉得这个办法好，要不就这么定了吧？啊？那我们就分头行动。我与师傅先行查探，去看看邱关玉的巡逻状况，再想办法。你们确认是此物？公主亲眼所见，定是此物。这世间的缘分，还真的是奇妙。什么缘分啊？师傅，您说清楚。哎，师傅，咱们要去找皇后娘娘的负心汉，干嘛带个小药盒啊？不是应该带些工具？如若那家伙不跟我们走，我们就把他绑回去。娘子稍安勿躁，师傅自有打算。18年了，风师兄，你在此地孤零零的等了这些年，终于把人等来了。两情相悦，世事无常，生死相隔，诚不敢欺，以待故人归。师兄临走前，将这半朵莲花交给我，让我赶往京城的郊区，狠心告诉那女子，说风师兄有愧于他的厚爱，不敢前来赴约，让他另寻良人，莫可自误。风师伯这是何苦呢？想来风师伯也是了解那女子品性，知道她与女子情深意切，若是告知她真相，说自己命不久矣，那女子定不独活，要与他一同殉情。所以风师伯宁可背负一个负心人的名声，让他记恨一辈子，也要让他活下去。那您当年见到皇后娘娘了吗？师兄毒发，第2日便去了。我带着这半朵金箔莲花，赶往京城的郊区。可那时我还是个半大的小子，不熟悉路，耽搁了时辰。等我赶到这片竹林时，早就已经过了他们之前的约定时间。师兄虽然告诉我这女子的名讳，可偌大的京城，找一人如同大海捞针。等我寻到了这女子府上之时，却听闻这女子的父母早已将这女子送往京城选秀去了。见不到这女子，我也没了方法，就一直将这半朵金莲随身携带。这女子被封了妃，不再用娘家的名讳了，竟然是如今的皇后。没想到，如今冷酷无情的皇后娘娘，也有如此痴情的时候。
不过，这样想起来，他也挺可怜的，竟从不知道，风师伯对他的深情，从未变过。造化弄人！我按照风师兄的意愿，将他埋葬于他们约定好的这片竹里，也算是了却了师兄没能赴约的遗愿吧。哎呀，这计策到底行不行啊？怎么还不放人啊？那日回宫之后，母后一连几日都没有出寝宫，也不知道打开心结没有，肯不肯下懿旨放人，真是急死了。但我看那日皇后娘娘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，我就算是个外人都被风师伯感动了。皇后娘娘的心就算是石头做的，也该融化了。不着急，再等等。你淋着没？你没淋着吧？好大的雨啊！我给你弄弄。下假期，放眼晴空万里，扬州桃李飘小十里，满城共聚欢喜，相遇曲折离奇，就算跨越千里，共度风雨，只有你能懂我心意。因这样错相遇，定下姻缘不易，人海中遇见对的你，无人能比拟，欢喜人家相依。怎么一模一样？怎么一模一样？新郎官们，快来迎接你们的新娘子吧！袁大将军、齐三公子，想要迎娶我们两位小姐，可是要经过考验的，请务必擦亮双眼，仔细瞧瞧。上一次是上错了花轿，机缘巧合选对了夫君，这次你们一定要选好新娘，否则日后夫人会怪罪下来的。这一样的红盖头，一样的红嫁衣，又都是龙凤呈祥，没有鸳鸯戏水。没错，两位姑爷，可务必要仔细辨认喽。这个有点意思啊。你说，这两个人一模一样，他们该怎么分辨呢？这你就不懂了，这就是要考验齐三公子和袁大将军的眼力心力。我们如花似玉的两位新娘子，岂能那么容易嫁出去啊？袁大将军，如何？猜不到。三哥，你快猜啊！玉红妹妹说句话呀！啊，齐三公子，不许问话，不然这就算
犯规了。啊，对，犯规。驸马说的对。嘿，哎，等等，将军，我有一个办法。既然两个新娘看起来外形一样，那咱们就想个办法，让他们动一动。哎呀！这位身手不凡，想必便是我家巾帼不让须眉的娘子啊。这位新娘端庄优雅，是我夫人没错。娘子，你这想的鬼点子可让我好找啊！用武功试我，是犯规。吉时已到，一拜天地。不过想你好好活着，然后跟冰燕姐姐换回来，把你还给她。我不要什么大家闺秀的小日子，我只要你李玉湖。二拜高堂。阴差阳错相遇，定下姻缘不易。人海中遇见对到你，无人。本将军的夫人犯了军规，本将军难辞其咎，原不屈，军棍100。将军如此待我，林燕必定生死相随。末将几个月前刚刚娶了新夫人，怎么能再娶公主？今生今世，绝不辜负彼此。夫妻对拜。红妆披下佳期，放眼晴空万里。扬州桃李，飘下十里，满城共聚欢喜。相遇曲折离奇，就算跨越千里。你是真的喜欢我？你难道真的看不出来我齐天雷满心满眼都是你？我宁可辞官回家，也绝不会让你受一点委屈。我不要什么荣华富贵，我只要你和我能够岁岁平安。启程！恭喜好啊好啊！恭喜恭喜！哎，恭喜恭喜！这就是上错了花轿，嫁对了郎。
喜！恭喜！恭喜！